江哲，我们倩倩这次可是光宗耀祖了，重点大学。是啊，这孩子从小就聪明，我们两口子砸锅卖铁的培养他，吃了多少苦啊！他们表演的越卖力，我心里就越是觉得荒唐。他们就是用这副嘴脸哄骗我父母，说只是借一下我的户口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我常年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心一软就答应了。等我发现时，张倩倩的名字已经赫然印在了我户口本的女儿那一栏，我当时就觉得恶心，像吞了只苍蝇。可杨国栋他们一家早已不见踪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他们的女儿用我的学区名额考上了大学，他们又像狗一样凑了上来。江哲，你看倩倩能有今天，也多亏了你这个户口。我们商量了一下，你这个当爹的总得表示表示吧。不多，20万，就当是给倩倩的培养费了。毕竟户口本上写着呢，你是她父亲。对，20万，买了指标，又让你当了个现成的爹，你占大便宜了。说完了，说完了，江哲，痛快点，拿钱，大家还是亲戚。亲戚？这是什么？移民申请？你什么意思？你疯了？没什么意思。我作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认为国外教育更适合他，所以替他递交了移民申请。你这个狗东西！江哲，你敢？你这是犯法！叔叔，你应该多读点书。户口本上，我是他的第一监护人，我有这个权利。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一，拿着这份文件回去等消息；二，立刻从我家滚出去。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狗东西！行吧，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这个当侄儿的狼心空肺，极度成性！当初张家偷过户的时候，没一个人出来说过一句公道话，现在倒是成了正义使者，可笑至极。远房叔叔张国栋审视刘桂华，于3年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欺诈手段，将女儿张倩倩的户口迁入我名下，侵占我家学区房名额。我知道，这番话溅起的波澜只会比之前更大。江哲，你还有没有良心？叔叔婶婶借你个户口怎么了？至于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三姨，你说完了吗？您保重身体，别气坏了。江哲，你个白眼狼！我们江家怎么会出你这么个败类？吃里扒外的东西！各位邻居评评理啊！我家对门的那个301的江哲，看我们家女儿考上大学，嫉妒我们，要毁了我女儿的前途啊！就不能大度一点吗？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是心胸狭隘，怎么能这么狠心毁人家前途？我没有去群里辩解，我只是默默地将刘桂华在群里的发言，连同那些帮腔的邻居的言论全部截了图，然后我关掉手机，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工作邮件。代码的世界远比人心来的纯粹和简单。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移民申请的威力比我预想中更快地显现了出来。叔叔，求求你撤销那个申请吧！我们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档案里出现了监护人提交移民申请的记录，这和我的考生身份有冲突。他们要我在3天内提交情况说明，不然我的录取资格就要被取消了。果然，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利用规则去攻击对手最在意的部分，才是最致命的打击。对于张家来说，张倩倩的录取通知书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后半辈子拿来炫耀的资本。现在，这根命根子马上就要断了。所以呢？求求你了，叔叔，我知道错了，都是我爸妈的错，你不要怪我。这套说辞或许能骗过别人，但在我这里只显得可笑。享受学区房红利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是无辜的？跟着父母上门的时候，怎么不站出来阻止？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是你和你父母的事，与我无关。还有，别再叫我叔叔，我跟你不熟。这只是第一道开胃菜，真正的大餐还在后面。我倒要看看，他们那张虚伪的面具还能戴多久。江哲，我们是来给你赔罪的，之前是我们不对，我们老糊涂了，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啊，江哲，倩倩的前途要紧，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我看小哲好像心情不太好，要不我们先……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吃垃圾。想让我撤销申请，可以。第一，在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里，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公开道歉，查清你们是如何偷迁户口、上门勒索我的事实。道歉信的内容必须由我审核。第二，赔偿我这3年来被当爹的精神损失费，不多，10万块。什么？还要钱？你抢劫啊？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哼，砸锅卖铁培养出来的女儿，连10万块都拿不出来。我这是跟你们学的，毕竟名义上我是他爹，这笔钱也算是你们孝敬我的。第三，写一份详细的说明，把3年前你们是如何串通亲戚、伪造材料，把张倩倩的户口迁到我名下的全过程，1五1十写清楚。然后你们夫妻俩一起签字画押。江哲，你不要欺人太甚，没天理了！侄子鼻子渗死了，我不活了！那就没得谈了，滚！第二天，他们托人找了个律师咨询。我从吴静警官那里零零碎碎的听说了那次咨询的经过。张先生，您是说您女儿的户口是在江哲先生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迁入他名下的？是这样的。那您女儿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是空白的吗？户口迁移需要户主本人持身份证、户口本到场签字确认。请问当时江哲先生到场了吗？签名是他本人签的吗？他当时在外地，是他爸妈同意的。那都是我们托亲戚办的，走了点关系，当时情况紧急嘛。刘女士，这不是走关系的问题。如果江哲先生没有到场，而户口迁移文件上又有他的签名，那就涉嫌伪造公文、印章罪，这可是刑事责任。江哲先生是你女儿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他为自己的女儿申请移民，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最多算滥用监护权，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他没有伪造任何文件，也没有欺诈，只是把你们当初强加给他的监护人身份利用到了极致。这是一场阳谋，你们用非法的手段想占一个便宜，结果对方用合法的手段把你们的命根子给捏住了。我的建议是，你们最好按照他说的去办，私了。一旦江哲先生选择报警，拿着那份有问题的户口迁移档案作为证据，那么你们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女儿上不成大学的问题，到时候大人可能还要进去吃几年牢饭。叔叔，我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熬了无数个日夜，那所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承载了我全部的希望。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怎么能因为大人的错来毁掉我的人生？你这个狗东西，你要毁了我女儿！波哲，你敢？你这是犯法！江哲，你还有没有良心？享受学区房名额，考上重点大学，分享这份权利和荣耀的时候，你们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现在需要为你们的贪婪和无耻承担后果了，怎么就变成你一个人是无辜的了？是啊，我怎么会是无辜的呢？
从我默许父母偷迁户口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这个罪恶链条上的一环。回去告诉你父母，我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时间不多了，让他们好自为之。我直接把你们上门勒索20万的录音发出来，看你们还怎么装。麻烦你们了，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真相。江哲，又见面了。江先生，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对吧？对，当时我根本不在本市。江哲，你放心，我们警方支持你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你今天的备案，我们会记录在案。如果他们再有任何骚扰或者过激行为，你可以直接报警。户口迁移一般需要户主本人到场签字，不能随便代签。伪造签名是有法律后果的，大家别被一面之词带偏。迁户口要走正规手续，户主本人必须在场。这条规定大家都清楚吧？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为了个学区房，把人家户口都给偷了，这也太缺德了吧！是啊，现在还倒打一耙，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精心营造的受害者形象，在我冷静的证据面前不堪一瞥。距离大学招生办给的最后期限只剩下3天，张家的末日正在倒计时。他们显然还没有下决心接受我的所有条件。这种毫无诚意的表演，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懒得回复。沉默是最好的蔑视。江哲，你个狗东西，给我开门！你以为我怕你吗？你好，我要报警。有人在我家门口砸门，并对我进行人身威胁。地址是阿克斯阿斯小区2栋301室，他就在门外，想喝了酒。我就怕你报警！你开门，有种跟老子单挑！住手！江先生，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我们会把他带回所里进行批评教育，并记录在案。你放心，他不敢再来骚扰你了。当晚，张国栋被带到治安所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才被放出。不过，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录取资格暂时冻结，等待进一步核查。一个档案被打上待定和诚信问题标签的学生，基本上就等于被这所大学拒之门外了。当年帮张国多违规操作，伪造了我的签名，办好户口迁移手续的那个远房亲戚，在单位自查中被发现，据说他已经被停职调查，面临处分。他们为了走捷径而埋下的每一颗雷，都在此刻被引爆。这张家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看着那些消息，内心毫无波澜。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内。当你试图用不光彩的手段去窃取不属于你的东西时，就要做好有朝一日连本带利被清算的准备。我没有一丝快意，只有一种巨大的尘埃落定般的解脱。这个纠缠了我3年的噩梦，终于要画上句号了。我知道，他们会再来找我，只不过下一次他们的姿态会完全不同。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รู้我真的错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想让我原谅你们？可以的，把你们的脸卷起来，然后滚。这场闹剧是时候需要一个正式结尾。想让我撤销申请，可以，签了吧。第一条，10万元精神损失费，现场转账。第二条，家族群家小区公告栏公示道歉信1周。第三条，张倩倩放弃录取，退学复读，禁用户口。好了，你们可以走了。等一下，感谢张国栋先生一家为山区女童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现在，你们可以滚了。我用他们的钱做了善事，比留着更痛快。我反击不是为钱，正义和尊严比钱重要。我最终还是提交了撤销移民申请的文件。我遵守了我的承诺，但规则并没有因为我的撤销而放过他们。张倩倩的大学录取资格在档案审查中被标记为诚信问题，最终被取消。没过多久，我听说张家把房子卖了，张家一家灰溜溜的搬走了，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我的生活终于恢复久违的平静。江先生，事情都处理好了。这次真的谢谢你。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工作，更欣赏你的冷静智慧。维护权益，最好的武器是规则本身。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致谢。好啊，正好听听程序员的有趣逻辑。3年闹剧落幕，我没有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复仇者，也没有被那些肮脏的人和事拖入泥潭。我用了我的方式守护了平静尊严。守护自己生活的最好方式，不是退让和忍耐，而是永远保持清醒，并用智慧和善良去构建自己坚不可摧的边界。至于未来，我想想，应该会很不错。